们来看看邻国的南韩。南韩跟台湾一样，很多人投资美国股市。那另外呢，第二大市场他们投资的是港股哦。你看到韩国股民疯港股哦，狂扫某家公司的股票，哪一家公司呢？小米集团哦。据说南韩人特别对于这家集团的这个股票特别欢迎哦，特别这个感兴趣啊，变成它的这个股市值的冠军哦。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多家企业现在跟中国大陆合作，要抢进中国的市场，毕竟它人口太大了。我们看到德国的前福斯集团的 CEO 跟一个中国小县城的一个小公司来做合作做的是电动的一个包括滑板车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BMW 也是一个德国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车厂它也在中国要设立一个研发中心IT 研发中心，着眼于 AI 驱动的创新。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印尼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很多人口的大国，它现在电动车市场也在蓬勃的发展，它上半年的电动车销售量大增了267%其中比亚迪等中国品牌占了将近93%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像是这些国家新兴国家的市场中国也在抢占。可是某种程度呢，中国大陆因为它是一个大的消费国，那像是油车或是传统的车 Toyota 日本的车款在中国大陆上半年成绩不错今年1到6月，丰田汽车说他们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量达到83.77万辆成长的幅度蛮好的 6.8% 所以你看到呢，松下全球副总裁就说要从 Made in China 转向 Made by China 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在中国企划的外观设计研发生产售后服务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Made by China。那另外我们讲到日本刚刚来宾也说到了，石破茂现在很惨，内外交相间。昨天参议院改选1/2的席次，结果执政党执政联盟大败那他们只拿下39席所以呢，有人现在要深深逼宫石破茂他要不要下台现在我们看这个自民党跟公民党现在是日本的执政联盟嘛他们选前是66个席次，现在只剩下我们看到包括自民党39席，公民党8席，所以他在两院参议院跟众议院的席次都没有过半所以是惨输惨败。那外媒就说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最先可能影响美日的关税谈判。NHK 更指出，由于石破茂的立场太弱，我们在台湾还觉得说他对美国还蛮硬的结果日本的媒体觉得他太弱了立场太弱了，与美国协商包括农业还有汽车领域时，很难获得足够议员的同意。而另外呢，我们看到石破茂他到底怎么想的呢？有人说他可能是过度的首相他上台的时候就有人这样讲了。可是他接受 NHK 访问的时候说他希望继续执政作为最大党必须深刻意识到我们的责任，他不想下来。可是由得了他吗现在高市早苗虎视眈眈那我们看到日本现在这2年刮起了一个极右翼的民粹旋风。这位先生47岁，他学习川普战法现在斩获蛮大的他在日本的参院选举主打什么呢？日本人优先他自认是日本最像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治人物。他坦诚他学川普的煽动性议题还有语言，并且呢在选战中警告移民的沉默入侵他反移民，并且主张限制雇用外国人，反全球化这些右翼民粹的议题，让他在这一次的改选拿下14席加上原来有一个是未改选，因为他们改选一半的席次嘛所以他现在15席成为最大的赢家之一。所以日本右翼崛起吗？来，亮哥，这个参政党他的主张包括反对全球化，反对新冠疫苗，然后主张爱国教育，那反对外国对日本内政的影响，其实他也反美那
反对移民啊，那主要就是针对最近大量增加了中国大陆的移民啊，所以不过现在有个很大的困难啊，因为1993年自民党第一次没过半嘛，那他万没想到所有的在野党7党1派竟然组成一个联合内阁啊，那这一次自民加公民是没有过半没错，可是我认为在野要组起来，那几乎不可能。都很散，对不对？不是啊，你这个极右到这样，我左翼的怎么跟你合作啊？很难。比如说立宪民主党怎么受得了？是，所以我认为基本上不用去讨论说日本要政党轮替啦，基本没有啦。那重点还是日本自民党的总裁会不会换人啊？就高市不是想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是这样嘛，就是他主要的支持者是安倍，可是安倍过世嘛。那上次总裁选举，麻生跟岸田文雄都支持石破茂，所以高市的问题就是日本自民党的主流派会不会支持你啦？因为有些人就认为他太激进，那所以石破茂虽然看起来就不是很有魅力啦，高市早苗真的比较有魅力啦，他讲话啊，那石破茂民调跌到20，高市的民调比他高啊，可是。日本这样，因为他真的要改选总裁，党内派系要瞧啊，因为议员要投票，不止国会议员啊，地方议员也要投票。那高市再厉害，地方他也没有办法了。所以重点还是麻生会不会转向啊？因为麻生在败选之后，他第一个跳出来大骂石破茂，说石破茂你不要做了啦，啊，可是麻生没有说他要支持谁。现在问题在这里啊，那你总不能让岸田回锅吧？而且我跟你讲啊，小泉那个系统也支持麻生，不支持那个石破茂。石破茂，所以等于是你看几个大的派系嘛，麻生、岸田，然后小泉都支持石破茂，所以我觉得坦白讲是共同利益的问题。所以石破茂有可能再继续执政下去吗？对，可是自民党也就因为这样就完了，因为你没有能量了啦。你没有能量，因为民调真的很低，对啊，而且他也不是那种很会讲话，可以去结合更大的能量的人。这一次日本自民为什么会选成这样啊？因为投票率比预期要高5%。那听说有2种人出来投票，一个是年轻人，那这个是自民党的天敌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中年保守派，他们这次跑出来投票，那结果就参政党大胜。参政党很多是年轻的男性，那个最引起注意的是那个女生啊，爵士歌的歌手，沙哑才43岁，那他就直接讲说日本应该发展核武器，所以是很右的啦很右的啊。那主张那个，事实上他们就是安倍右翼的再右化这样，就是主张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啦。然后要恢复正常的军队啦，大概是这样啊。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青鸟在那边高兴的要命啊。你不要以为他们是亲台湾的，不是这样的。他是反中没错，可是对美国也很有意见。那认为日本的利益至上，你不要以为一定包括台湾。他们基本上反移民啊，所有国家的移民他们其实也都反啦。来请教将军。这个南韩的这些股民啊，去抢这些港股、香港的股市啊，还有中股，就中国大陆这些股市啊，因为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它好不好？它好代表经济好，经济不好，股市一定下跌，这是一定的，没有说经济不好很差，股市上涨，没有这种事情。那个为什么要去就是抢？这不管是港股也好，这个中资股也好呢？我认为有3个因素，第一个。表示中国大陆的产能优势还是继续保持。雷蒙多曾经讲过啊，中国大陆产能过剩啊。但是我们从另外角度来解读啊，是不是制造速度出来了？制造速度出来了，报酬规模就出来了，成本就降低了，竞争力就强了，变成这个状况。因为它一直在大量制造，单价就便宜。我们知道你要买东西啊，你要买大宗的，买多就是便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是不是代表这一个它的产能优势出来了？第二个，因为产能多而产生的价格的优势，
因为价格便宜，价格便宜就在市占率就会比较高，这是一定的。同样的产品，价格便宜就会在市场上就会占的这个成分比重就会大，这是一定的现象。那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经济上的优势逐渐凸显，因为自己买那就算了，自嗨。那其他国家来买中国大陆的股票或者是香港的股票，这代表有另外一个指标的意义。第三个我们来看的就是市场的优势，因为市场那个中国大陆它不是只是内需市场，它外销到世界各地。很简单，我们看随便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也不要举这个电动车了，我们举这无人机，大疆无人机，这在全世界的市占率达到70%。那换句话说，全世界的无人机，中国大陆就占了7%。那美国大疆市场在美国的无人机市场占了57%，那就是超过一半，那就知道了，原来是这样，那就竞争优势出来了。全世界所有做无人机的国家，包含台湾那么多，但是就没有办法打败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就是便宜，你怎么样去竞争？那我们台湾还要买中国大陆的马达来做无人机，买中国大陆的复合材料来做无人机，变成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国家都很难成立，因为我们做出来的贵，买的便宜，那大家就去买，而不是去做，所以才会偷偷的去买这些大疆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电动马达。是这个状况，那怎么样去发展？所以我们来看呢，这些等等，还包括我们可以看出，包含电动车也好，太阳能也好，还有磁电也好，还中国大陆一直往前跑。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 ，AI， 这些机器人也好，机器狗、机器虎也好，都开始做 AI 了，甚至低空经济也出来了。台湾都还没有低空经济，但大陆已经发展低空经济了，都跑在前面，那我们都在后面在那边追，而且我们追的速度也很慢。我们起步也慢，追的速度又慢，变成差距越来越大，市场会被中国大陆所替代。所以我们来看这些现象，那韩国为什么一直在那边股民一直往大陆跑呢？那我们自己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本来很突出的，本来遥遥领先的，是不是现在逐渐居于落后？我们可能要赶快迎头赶上。谢谢。来，请教洪庭。韩国的股民把这个钱往中国大陆这个特别是港股去买其实我个人并不觉得意外。其实最大的原因是，第一，你看它的成交交易量大概1500亿台币左右，其实比例并不是那么大。我比较倾向认为这是比较专业的投资人，他把美元的资产，因为他预期美元这边会有所谓的贬值的问题，所以他把美元的资产转向。那要转哪里呢？对很多人来讲都觉得说，那比较稳定的市场，现在左看右看稳定，还有另外一个条件是什么？基期要低嘛。港股的基期在年初是很低的所以你看，光是小米这支股票，我刚稍微看了一下 K 线，就已经涨1倍从1月1号到现在涨了1倍。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因为过去中国大陆股市它的基期比较低，然后再加上汇损的这部分，所以它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节跟调整，我觉得是蛮正常的。而且为什么买小米呢？因为看得到嘛，就是说，像这种所谓 IoT 类型的这些产品啦，然后包括这种像 accessory 配件啦这些，大家在看都看得到很多，然后他们可能也有用过，所以呢，那既然要以所谓的这个资产做一个比较防守的动作，那做这样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是很合理。那我觉得日本在这一次上其实。相较于很多外界的分析，我倒认为就是说，其实自民党并没有想象中这么惨。选前很多的评估，它都不一定到得了39其实是选前评估的最高标。也就是说，它虽然被大家看衰了，可是因为日本到现在为止还是已经从来没有过所谓政党轮替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大家对于所谓在野执政的信心仍然打一个问号，所以在最后整个部分做了一个摆动，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原本所有的民调都认为他大输到33，甚至破了创党以来的最新低，可是最后没有。但是你可以看到民众的反应跟愤怒展现在极右派这上面。所以你说像参政党这样的一个政党，从所谓的2席到所谓的15席，然后包括过去很多的在野党，从个位数的席次到甚至超过100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你可以看得到说，日本的民众慢慢对现状感到不满。可是这些现状真的他们能解决吗？比如说你说像参政党的这个政见就好了。大家最近如果去日本，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便利商店全部都是什么？都是移民在做工作嘛。日本的劳动力过去就已经在做一个争论，就是我到底要接受移民，还是我能够让机器人来取代？结果以日本这么保守的国家，到最后也只能用移民来做这样的劳动力。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确实这样的一个政策。
劳动力的缺乏影响了这个移民的政策，移民的政策又强烈的抨击到所谓什么最保守的这一块族群，所以他们的反弹就出来了。那这是现阶段每一个国家其实几乎未来都有可能会遇到的这个状况。我只能说诉诸民族主义是最简单、最情绪最好的方式，但是它也是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方式啊。其实未来台湾可能也要面临很大量这样子的问题，缺工啊、移民啊。我们是没有移民法啦，可是我们缺工也是蛮严重的。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某种程度是在预告未来要对台湾的稀土供应有可能要断吗？要断链吗？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小央视频，它是中国大陆 CCTV 央视底下的一个频道，它突然出了一个讯息，他说台湾去年2024年进口的稀土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96%嘛，可是奇了怪了，台湾消耗的稀土只有2000吨，其他的他们认为是销到美国，转运到美国去，就是大概有4000吨。他们认为从中国大陆买进来，然后再转到美国去，所以像是央视底下的这样子的一个频道揭露这样的讯息，某种程度它是有意义的，是不是？它可能要对这件事情把它武器化，就像稀土它掐住美国的脖子一样吗？那我们再来看看川习会讲了很久，即将要发生了现在香港的南华早报说，习近平他在出席 APEC 这个时间点有可能在峰会前，川普会去造访中国，因为今年的 APEC 峰会是10月底，10月30号到11月1号是在南韩的庆州，所以川普有可能借由这个机会来到亚洲，先飞去中国跟习近平见面，然后再去参加 APEC 峰会，或者是有可能在 APEC 峰会的场边跟习近平见面总之，川习会大家预料都会在今年年底前会登场，而另外。白宫最近有一些讯号出来，包括它放行 NVIDIA 的晶片，所以纽约时报就说，川普想访中，鹰派被冷冻，鹰派反对没用，把你冷冻下来，所以他的结论是显示中国对中国的鹰派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鹰派势力正在失势。黄仁勋最近不是访问北京吗？访问中国吗？他也接受央视的访问。不过我们来看看呢，他其实透露了一些事情。他说，如果不参与中国市场，后果堪虞，很可怕，堪虑。华为是对手没有错，可是不是敌人。另外呢，他说中国的 AI 市场不管有没有 NVIDIA， 它都会进步因为 AI 是极其复杂的系统中国的创新能力很惊人，晶片只是一个底层。我们再来看看祖克伯Meta， 他现在组一个超级智能团队，里头一半的人才是来自于中国这个团队有44人，其中21个人来自于中国大陆所以你就呼应了黄仁勋之前讲的嘛AI 的这个脑力人力人才库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黄仁勋接受了央视面对面的访问，他说了一段话，我们来听听看。China operate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supply chains. Scale, complexity, diversity is unquestionably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miracles. China is a singular, unique market. America's. It won't manufacture everything by itself, and it's not sensible to manufacturing everything by itself, and nor is it necessary to. 好，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大陆的科技能力，现在呢，真的已经就在美国的后面一点点而已这个黄仁勋也说过很多次，包括你看到 CNN 的报道，他说中国大陆的脑科技领域现在正在追赶美国，而且是快速的追赶美国。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这是来自于中国一家医院的电脑荧幕上出现"我要吃饭"4个字，这是来自于一名肌肉萎缩症的脊椎侧索硬化的这个患者他其实不太能动，也不太能表达他的意见，可是呢，他被脑里头被植入一个晶片叫做北脑1号，它可以转换成文字，所以就可以代替这个病人传达他的意思
那我们看到呢 ，CNN 说，截至今年为止，北脑1号已经有5名患者植入晶片，跟马斯克旗下的生技公司 Neuralink 持平哦，就是已经是并驾齐驱了哦。所以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科技能力这个不容小觑啊。那另外呢，川普跟 Elon Musk 不是翻脸了吗？可是翻脸了，他还是需要他，为什么？他想把它弄掉都弄不掉，因为 SpaceX 的合约本来要把它给这个弄掉，可是现在检视过后发现，大多数的合约对国防部以及 NASA 的任务至关重要，所以无法更换。川普有一点骑虎难下啊。另外呢，大家也都知道，川普其实很讨厌那个鲍尔，就是这个 FED 的这个主席。联准会主席，可是呢，有很多媒体都说啊，贝森特去建议川普不要开除鲍尔，那川普也生气啊，他说没有啦，假消息啦，没有人需要这个跟我提出这个谏言，而且呢，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什么对市场好，什么对美国好，只有我知道，你们其他人都不要啰嗦。亮哥，这个小杨视频这个资料是有问题，有问题。我跟你讲啊，台湾去年跟美国买的，如果它的资料是6000多吨那指的是化合物啦，稀土的有机、无机的化合物那因为台湾去年有1兆台币去投资美国嘛，所以搞不好是我们企业台湾企业自己的内部流动这有可能是啊。对啊，所以并不是卖给美企啊。对啊，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去投资。比如说台积电，对，台积电不用稀土吗？对，对不对？所以有道理。而且去年实际上那个时候稀土还没有完全对美国管制啊，美国哪有需要用这一招，对不对？而且我们的量也很少吧？你说美国啊？我说我们如果说转到美国去，这个量也算少吧？我不认为我们会转到美国了，对，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大量使用。事实上，这个大陆知道那个大比的去向啦，Number 1是日本啦，第2名是美国啦，然后就是台湾，台湾是第3名啊。那我们的量大概是美国的1半啦，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了，是哪些企业在用，我跟你讲，这种大比的出口，中国大陆是知道的，所以可是台湾还是要忧虑啦，为什么呢？因为你进人家的华为，进人家的中兴啊。对，那人家为什么不能报复你？尤其他现在是只限那个8家军工企业，对他公布了，他并没有对民间的禁用哦。对，目前还没有到那里。所以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军工企业未来稀土要从哪边拿了我们以前大概可以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去拿，可是现在大家都缺货，人家还能给你吗？这个是一个问题了那我们国防部老是都轻描淡写了，说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早就在去红供应链，稀土去红供应链就没了啦，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我觉得南华早报这个新闻是有问题的啦。我并不认为川普是为了见习近平川普是想访问中国所以他去 APEC 是没有意义的。你这场边会有什么用？他要访问中国，然后带企业家去，对，他要带个大团去，然后要打开中国的市场。这个在 APEC 做，那场面太小了嘛。对，而且他希望习近平回访，所以他要的是一个大的国事访问。那有没有可能是在 APEC 前夕反正先访问完再去参加 APEC？ 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我甚至怀疑他们2个会不会参加 APEC。双双缺席为什么要去？没有意义。APEC 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组织嘛，就是联谊会嘛。真正有意义的是 WTO 啊、RCEP 啊、CPTPP 啊。APEC 能干嘛？APEC 参加根本没什么用啊。他如果这2国都不去，不是整个 APEC 没有李强会去啊。只是老大不去啊，就代表去就好了。那对啊，那他叫经济部长贝森特去啊，怎么不行？那你觉得93这个阅兵他会去吗？这个现在不知道，因为只有川普自己能够下决定。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看到黄仁勋访问中国大陆，除了接受媒体的访问，他自己也做了很多场的演讲，带来什么样的讯息呢？来请教将军。我认为黄仁勋在7月16号讲的中国大陆的市场独一无二，我认为他蛮认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商人，商人在商言商，而且中国大陆的市场啊，可能要及时赶进去哦。如果没有赶进去的话，可能脱队了，再想要做插队，再进去占据第二市场，我认为困难度就增加了。因为黄仁勋他想要赚第一笔的钱，因为你这一笔钱能够赚，你后面生意继续做下去了。那别人先进去了，他再插队，那想要后来居上，没有那么简单。那我们来看有几个，第一个参与中国市场，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虽然有这些关税战、贸易竞争，但是彼此的虽然这是竞争性，这是对手，但是彼此的合作性、彼此的市场，中国大陆不能看清美国的市场，毕竟美国市场大嘛。同样的，美国也不能看清中国大陆市场。中国大陆市场14亿人口，你能够不要吗？黄仁勋能够不要吗？当然要嘛。他的回答能够不要吗？当然要啊。不要的话，那个钱怎么去赚？那另外来看，中国大陆这几年的创新能力，尤其它的专利的数目，还有论文发表的数目，都是超过美国。还有论文被引用的速度，被引用的数量比例也超过美国。所以中国大陆在研发这一上面已经逐渐超过美国市场。可能有的时候在 AI 的领域，美国可能还要反过来向中国大陆学，比如说机器人。那个回答，黄仁勋有讲，中国大陆机器人的成熟跟美国不相上下，那可能各有优劣，各有千秋，各有领先。所以黄仁勋讲这个话，表示是一个警语，表示美国在这方面不能疏忽。另外一个，中国大陆有金砖平台啊，不管俄罗斯也好，印度也好，巴西也好，它现在金砖国家已经是11个国家了，那是金砖市场抢进去，美国却没有抢进去。那就困难哦，所以这个做生意的话，大家要知道要彼此较劲了。那这个金砖的平台一旦搭起来了，美国是 G7 的国家，不是金砖平台的会员国，那很简单，那将来的时候市场是有替代性。那中国大陆买空中巴士不买美国的波音公司的飞机怎么办？就是这个样啊。所以美国在这方面也感觉到中国大陆市场的重要性。好，记下广告。我们最后的时间交给洪婷。我觉得川普在这个地方，大家一直在看说，他希望能够压制所谓的这个鲍尔去做所谓的这个降息这件事情。很多人讲说，原本是在讲要降美债的利息，所以降低美国的负债。可是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在大而美之后又不是这样子了。所以看起来，川普一直讲说，我比任何人更清楚美国的市场。我觉得他指的是房地产市场，因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确实因为它的利息，美国的房地产基金现在的压力其实非常非常大，特别它的压力引爆点是在年底跟明年，所以我倒觉得说，与其我们觉得川普在解决所谓的这个利息的问题，到底是美债吗？还是他的老本行房地产的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再继续做观察哦。那另外就是刚才 APEC 的部分，我觉得我不知道川习会不会有 APEC， 就是这个会不会在所谓的 APEC 见面。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APEC 的明年的主办国是中国，所以以中国过去的惯例，他希望的外交场合就是不要被杯葛，也不要被人家所谓的大家拒绝出席这件事情。所以看起来这一次的 APEC 的会议，我相信他一定是本人出席的几率远高于任何啦，然后邀请其他人来谈。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台北市议员徐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钳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昨天民众党在民进党的党中央前面办群众的大造势，结果立法委员林国成他在台上标3字经，对象是赖清德总统。我们来听听看。我咧甲伊要甲大清德讲，我咧上简单的，你掠咱阿伯收押拢无要紧，最起码限度你爱有证据。到即阵你唔放人，
啊，我都唔知影你偌清定一个做啥总统啦。好，他的这个这个粗话的部分，我们通通都已经消音处理了哦。的的确确在现场哦，小草的情绪很嗨，可是啊，这个政治效应都在后头。很快的，林国成委员就在脸书上面公开致歉，说在公开场合情绪失控，为社会带来不好的示范，的确不妥，有错就要认。民进党立刻加码。要求说，你道歉还不够，我们还要保留法律追诉权。包括王义川呐，他就说，民众党已经全面馆长化、红卫兵化。颜若芳更加码说，蓝白不讲脏话就不会说话。可是，如果我们检视过去很多公众人物，甚至是政治人物的言行讲脏话，甚至是像这样的三字经其实蛮多的这个班班可考这个从郑弘仪大哥一直到其他政治人物，其实飙粗话这件事情时有所闻呐。我们不鼓励可是意思是太多人这样做了有道歉其实当然一定要道歉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大罢免有很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现在大家就在看可能有2个因素：灾情，尤其是在南部的灾情，以及美国对我们的关税，这2件事都有可能影响到最后的结果。来看看灾情，这是来自于嘉义县，您看到千家万户的屋顶，通通都是用篷布给盖起来，为什么？屋顶被吹走了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修复修复甚至很多地方缺料、缺工有一些年迈的屋主根本无力去修缮所以现在呢，眼看着又有很多的台风要来了，该怎么办灾民可以说是蛮无助的这是我们台湾应该是个进步的国家吧？怎么会搞成这样呢？尤其这些都是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媒体的报道也非常的少这个是很糟糕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关税，我刚刚讲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一次大罢免的结果。赵大哥说他得到的消息是，美国对我们的关税可能就是32%这是他听到的消息。绝对不会太少，他们想要10%绝对不可能。可是这32%的结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现在网络上有人在疯传这一张图，事实上这是一个事务所律师他们事务所他们这个在各国的这个可能税率各者因应，他们是要报给他们的怎么讲？他们的客户看的那汪吕中就说，这些国际的律师事务所或顾问公司都会整理的关税追踪表，台湾被列为32%，是因为现在美国还没有最新的通知，所以就用旧的就原定的关税来列举，所以大家不需要太紧张那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也说，台湾还没有收到通知，谣言不负责任，不可取。那另外我们看到现在在大罢免的氛围广告铺天盖地，连你搭计程车都有可能看到广告那我们看到卧草帮大团的计程车广告就放在这个计程车上面很多这个乘客看得受不了，就去检举因为民众大量客诉所以才上架1天就下架了因为这20秒的广告内容都是针对蓝委的造谣抹红指控那另外我们来看看馆长陈之汉最近也在为这个反恶霸的团体在宣讲，我们来听听看。沈伯洋的名言嘛，当对方射了一颗飞弹，就是对我们黑熊学院有利。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老美的走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当美国人的狗？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祖先都不能认同，让两岸都是兄弟这样打仗，这样是不对的，人家也不愿意打。所以什么叫两岸？就是大声说出来，我们都是中国人，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愿意好好的谈。我们现在看到呢，汉光演习大家在做的，可能很多人会担心这是在备战吗？不过在这中间有一项争议出来了，如果你不是军人，你能穿军服吗？这是来自于总统府的幕僚陈义霖以及发言人郭雅慧被媒体拍到在这个他们穿着陆军的迷彩服，陪着赖清德视导汉光演习那有人就说你没有军职怎么可以穿军装呢？是不是有违法？我们来看呢，甚至有媒体拍到这一幕，这是陈义霖，是赖清德办公室的主任他看到他在滑手机，
这个时间点呢，赖清德站在这边站得好好的，两手垂立可是陈义霖手叉腰然后摸鼻子滑手机那赖清德致辞完之后，陈义霖看着手机，露出是讲完了没的表情当下全体军人其实表情都很严肃，因为三军统帅来了嘛，都很严肃，形成强烈的对比。感觉有一个老百姓穿着军服在那边东张西望，摸手摸鼻子，然后在那边滑手机所以有人觉得这样很不妥啦那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就说为什么他们会穿军装？这是配合军演训的需要尊重专业以及作业惯例。等一下会请将军来帮我们解答。那另外呢，军方人士是讲说，哎呀，你们是封建保守啦，这是落后思想保家卫国不分男女。对了，这个前面我同意啦，只是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到底这个不是军职能不能穿军装啊？过去有一些例子，大家来看一看。这是2024年，有一名刘姓男子穿着军服到 AIT 一带闲逛，结果被依陆海空军服条例第74条冒用军人服饰被起诉。2016年台南新移麦当劳的跨年制服趴大家穿着军服，结果国防部报请宪兵队侦办这个好。那乌克兰我们来好久没有关心乌克兰了，乌克兰战争还在继续当中，现在传出来说连身心障碍人士也被征召入伍呢那也有这个前线的军人说这一位先生他28岁其实已经接受精神治疗10年了，结果还被征召入伍这个现在乌克兰的战场的确蛮混乱的听说泽伦斯基现在主动提出新一轮的和平谈判，不过俄罗斯还没有回应。来，亮哥，那个32%还没有确定啦，还没有啦。那个 Reed Smith 这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全世界有1700多个员工他是说，台湾如果在8月1号之前没有谈判出结果，那税率就是4月2号的32%。很多国家都这样啊。所以郑丽君不是说要去美国谈第4轮？不过我跟你讲，这个也隐含了一个意思啦，就是最后通牒了。就是郑丽君，你这一波如果没有谈成，就是32，那压力会极大。因为韩联社就上礼拜传出美国给韩国的条件我觉得听起来就蛮可怕的。因为韩国并不是什么外汇顺差大国有很大的外汇存底，实际上它是负债结果美国竟然要求韩国要成立4000亿美元的主权基金，买美国制造，1年1000亿。这有确定吗？确定，韩国的官员都出来讲了，然后韩联社就直接讲说，韩国的官员认为这不可能我们台湾的外汇存底是5000多亿美元对啊，比韩国有钱的多所以你认为美国会给你开什么条件？我认为一定会非常严厉了，非常严厉了不然就是你就会类似像越南或印尼那种模式了，就是你进口关税要降到相当程度那对美国的非关税壁垒要取消到一定程度，然后对美国的投资要有一定的承诺之类的你不要以为台积电就算了，不是这样的。台积电对美国的承诺也没多少钱日本对美国的投资累计到现在是7500亿美元你再怎么样也没有日本的金额吧？对啊，对不对？日本光是丰田在美国就投资11个厂，雇佣了28万人。你看美国怎么修理日本？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要太乐观了，没有乐观的理由，没有乐观的理由。而且你要知道还有一点日本、韩国还没有洗产地的问题台湾是被类比到东南亚，还有洗产地的问题，所以你的关税怎么可能太低？而且我们的经济部更怪，我们的经济部上个礼拜突然放了一个消息，说我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有80%是符合232条款，不是60哦，80变80哦，经济部自己讲的，这么多，
翁履中才算到67，对，我记得他是65到67。对，而且翁履中已经把一些东西都丢进去了，汽车零组件。经济部我不知道你凭什么说80，我跟你讲，他说符合232条款的国安产品，国安产品的税率起跳就是25%。对，而且另外定是啊，这个是这个叫项目关税，对，那对等关税是另外的，是，所以我不知道你经济部为什么会讲这种话呢？说我们的符合232的产品有80%，给我的感觉就是经济部知道大概逃不掉，不然你干嘛讲？打预防针。你干嘛讲呢？而且232是完全不合理的计算呐。因为我有看过台湾的出口的清单哦，有很多绝对不是国安产品啊，瞎掰啦。我认为经济部要说清楚了，因为翁履中很详细的一项一项列啊，那连汽车零组件都算进来，才算到67。你经济部怎么会说80呢？对，这个的确蛮诡异的，因为如果说另外算的话尽管我们被征10%、15%，不管几%，可能就只有20%，对啊，20%，那其他80%是232，那个是项目关税，那很恐怖呢，真的很恐怖。来，洪庭，我觉得自从大而美法案通过之后，那大家对川普到底为什么要去发动关税战又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最早的大家的说法就是，基本上来讲，关税战是为了去解决美国即将到来的这个债务危机。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拟平贸易逆差，然后重新塑造说美元的这个价值的这些部分，那在它通过大而美之后，包括用稳定币一定要购买美国国债作为这个信用保证的这些部分之下，其实已经结束了。可是大而美某种程度上对整个美国国家的整体的负债，在未来10年，因为它减了太多税了，又多了大概4兆，所以看起来川普的目的也不像是要重塑美国的所谓的这个 finance structure， 就是财务金融结构。那感觉起来比较像是说，你就是为了减税而减税，然后你打了这么多的政治上面的这些权法，让民众觉得说，我们好像从很多地方收了不少税，收了不少钱回来，但是我可以什么？我可以让有钱人的税少缴一点，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川普所领导的美国，他对各个国家并不是那么的 care。你看他对日本的这个模式，日本是他一个很亲密的这样的一个盟友，可是他不管他的这个农林水产的这个大臣因为失言，然后闹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石破茂现在的选举其实很危险，然后呢，他还是照样公布出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目前看到，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很大的是，如果继续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关税，再加上我们过去已经有了14、15%的这样的一个汇损，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是在掏空台湾的制造业。台湾的制造业必须被迫转到很多地方去。我自己跟欧履中教授私底下也有常常在接触，他其实最近在德州其实也很忙啊，因为台湾有不少企业跟产业都已经外移到德州去了啊。他每天也有很多人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些地缘政治的咨询，这些部分，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担心的。也就是说，与其我们在那边看，就是说什么32啦、20啦，到底这些部分，我觉得政府应该要赶快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 scenario planning 到底在哪里？如果是多少，我们要怎么做？如果是怎样，会发生什么情况？你要让民众理解，否则我们现在全部人一心一意在搞政治的过程当中，很少人注意到一件事情是。坦白讲，我觉得我们这个不管是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这样子的一个关税的数字，不管是20或32，它的结论其实很简单，其实台湾即将就是要外移啊，台湾有非常多的产业是要外移的啊。那这里面的这些沟通的这些相关的过程，还有我们为什么没有谈好？因为我觉得大家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鲁克尼克在大概8个小时以前讲过，他说8月1号就是 deadline。可是他讲这个 deadline 哦，他只是说那就是实施的 deadline， 实施完以后仍然是什么动态调整，那这个关税就没完没了啊。也就是说，随时你跟我 deal， 或随时你愿意做退让，或随时这一部分就会一直做。那长期的整个金融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会继续持续下去。那台湾我最怕就是这个，为什么？因为这叫温水煮青蛙。当一开始解放日的时候，4月几号的时候，全部人都经历过那场修正40%的股市。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大家都完全没有再继续注意这件事，没感觉了，完全没感觉了。我看无感温水煮青蛙才是对我们国家最危险的事情。将军你怎么看这个穿军服的事件呢？我认为他穿军服这个算是非法穿军服，因为按照陆海空军服制条例，现役的军人才可以穿军服，包括我们退伍的啊，我们要穿军服都要报备许可。我们已经退伍了，我们已经当了45年军人了，都要报备许可。那他们凭什么穿这个军服，然后又一副那个散漫的样子，都晃头晃脑，也没当过军人。他喜欢当军人有志愿役嘛？现在志愿役很缺啊。可是他应该他去考志愿役就好了嘛，那么简单。应该超过年纪。那超过年纪，他喜欢当，他早点去当嘛。那现在当了，他可以加入后备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啊？他喜欢穿，那不是就是加入军人就好了？所以我倒认为他们在这一方面，而且他们这些文官，他有制装费，他穿他的公务人员的服装就好了，不要破坏画面。他说是配合军方，配防军方，他还有背章，什么都给他用旗的，都是这样做的，怎么可以？他可以穿这些？那些背章都有部队的象征，会不会是精神的象征？会不会是国防部要他们穿？那有人拍马屁嘛？那有可能那我们不要忘记有拍马屁嘛？很简单，就按照陆海空军服制条例写得非常的清楚。你就按照服制条例来走嘛，那他不是那大家外面的老百姓穿军装，你要不要去抓？要抓。那他穿军装为什么不抓？军服、野战服、工作服都是军服啊，大礼服还有军常服也是军服啊。你这个不做取缔，那大家穿军常服出来呢？那怎么去讲呢？所以我倒认为他们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很没有原则，然后在那滑手机。我觉得是顾立雄特别帮他们做的。对，你滑手机没有？是吗？对，那没有必要。我认为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做部长的，你这个纵容，带头违法嘛？对啊，你部长自己要守法嘛，你带头违法。其实是因为小编治国，他们只顾着画面。对，那就不好了。我认为不要这样。然后我们现在看乌克兰战争呢，我认为这是内部的种族清洗，他内部的正常人打完了，年轻人打完了，打到18岁了，都一直向下面来做征召，来做这个入伍。那现在乌克兰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没有人了，没有人之后，监狱的那些犯人也都打到战场，也没了。那现在再来打到身心障碍人士，身心障碍人打完之后，打到最后面肢体障碍人士要上战场，因为没有人呐。现在乌克兰最怕的不是前方国家给他武器，他没有人发挥战力，所以是卡在这个地方。那这些犯人用完了，就是用身心障碍的肢体残障，所以就变成他自己内部在做种族清洗。那乌克兰打完之后，就剩下女人了。最后女生也会上，女生也死伤很多啊，最早是4000多个人在战场上阵亡，不要讲受伤或残障的，阵亡就4000多位了。那你怎么办呢？是，所以我认为他战线守不住，这个当初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犯了非常重大的战略错误，现在还想要跟俄罗斯谈判。你当初早点谈不是得了吗？现在打了3年4个多月还谈判，3年5个月了。我认为他为时已晚，错失战机。乌克兰当然很惨，很值得同情啦。不过我们回到现实世界很多人还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包括资产在做准备。